自古金陵帝王都，南京，六朝古都，十朝都会，一座蕴藏了千年帝王气息的古都，见证了中华民族无数次的波澜起伏。如今，现代繁荣又透着旧时追忆的它，每年接待上亿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，几大代表性景点被高度开发、全面保护，享受着历史所遗留的财富。然而，身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它，却无人问津。这里是南京原国民政府最高法院，位于中山北路101号，由著名建筑师郭养墨设计，建成于1933年5月，总体院落占地面积18923平方米，属于西式建筑风格。在2001年7月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这座大楼曾被民国年间出版的《中国建筑》杂志评为首都之最合现代化建筑之一。主楼无论正室还是俯室，均呈山字形，寓意执法如山。沿大门两侧原各有一道山字墙，与主楼相呼应。在大门与主楼之间设有一座圆形喷泉，水池正中有圆柱莲花碗，寓意一碗水端平。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法院，也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最高法院，在启用没多久就遇上了陈独秀案件。1933年4月26日，江苏高等法院借用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审判庭，以危害国民罪判处陈独秀等人有期徒刑13年。陈独秀等人当即表示不服判决，随后通过律师将上诉书递交给国民最高法院，于1934年7月20日宣判，将陈独秀等人的有期徒刑13年减为8年。除此之外，在旷日持久的抗战胜利后，这里先后终审判决了缪斌、陈公富、梅思平等大汉奸，并判处死刑。可见，它不仅开启了中国法治的肃穆庄严，亦是呈现了近代建筑美学的大气端庄，更是沉淀了中华民族100多年的风风雨雨，都理应为人永记，妥为保护。可是如今，最高法院却受着毫不公正的待遇，被遗忘在了时光的烟尘之中。2016与2017之交的冬天，南京市金陵中学高中生组成的 Blue Navy 小队关注到了它。昔日威严的大院俨然已沦为停车场，绕过多个围挡和早已废弃的喷泉，我们进入正门。仰视楼中心镂空，层层而上，一眼便能望到顶层天花板的精致文案和汉白玉雕琢，时空瞬间回到民国，令人不禁心生庄严肃穆之感。但是走在楼内的廊道里，两旁墙面肮脏脱落，露出涂料和黄砖，木质地板、楼梯与门板几乎已被白蚁嗅空，脚步声回荡整座建筑。这里面的墙老的还是新的？这是老墙啊，又没人维修，是吧？这边你看这个地方比较累，烂的了，你看那一窗都烂的了，是吧？蜘蛛网密布，天花板摇摇欲坠，管线荡在头顶，甚至有人打去承重墙，在楼梯口强行凿出房间。走在其中，衰败沧桑之感扑面而来，与其见证的庄严历史对比，不禁令人惋惜不已。最高法院在20世纪80年代因住房紧张被改为民用房，现属江苏省粮食厅，作为廉价出租房使用。儿童培训班教室、各种公司委员会办公室、活动报名处，甚至还有似乎没迁走的居民蜗居其中。最高法院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杂院。那就是这几年来，就是从迁出去之后，就是一直到现在，它这栋整座建筑有没有大修过？就是些修缮，比如说修缮，那这几年
几乎是年年修缮，年年修缮。每年都要花个500万、700万。哦，但是我发现就是里面其实有些像楼梯啊，还有一些它的墙面，其实剥落和什么还挺严重的，是。对，它就是基本上当年维修，当年就剥落。最后讲一下，就是您觉得，就是您对，就是这一栋建筑有这么多感情，然后您希望就是政府或者说媒体能做些什么，就像一个呼吁啊和一个希望一样。这个啊，那就真正从文物保护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它还是把它建成一个博物馆比较好一点。博物馆，就您觉得？因为它这个最起码它就是民国的这个法制史吧，对吧？民国法制史，这个像这样的这个博物馆的话，在法院历史的这个博物馆的话，全国一座还没有。你像北京的话，它虽然有很多博物馆的话，但是它毕竟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，而这个在中华民国之前的这个法制的话，尤其在这个封建社会结束的封建时期嘛，它谈不上什么法治，对不对啊？对。但是真正法治的确立的话，是从孙中山的这个中华民国开始的，而且它是代表了这个西方这个进步的这个民主思想，对不对？就是。所以它这个在法治史的话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中国法治确立有很重要意义。如今，文物保护早已不再局限于树立一个文物保护单位的牌子，我们更多的需要去关注文物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性，通过政府的基本保护、市场的适当开发与全社会的关注，提高旅游资源的利用率，进而形成各方面的共赢。作为一个高中生组织，Blue Navy 致力于提高旅游资源的开发与旅游体验的优化，着眼于身边的细节，希望通过各种宣传手段引起社会的关注与支持。在此，我们希望您能继续关注我们的项目，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。